芬兰湾海底隧道中断4年后，再次邀请我国修建，我们该同意吗？2019年，芬兰湾公司与中企签署了合作融资备忘录，以进行芬兰湾海底隧道的建设。但是项目最终搁浅，在经过4年的原地踏步后，芬兰又邀请中企承建该项目，这是为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芬兰湾及周边国家。芬兰湾位于波罗的海东部，北面是芬兰，南面是爱沙尼亚，东面是俄罗斯。从地图上看，芬兰湾整体形状狭长，其东西长度大约为400公里，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。西部入口处偏窄，向东海面逐渐宽阔，其入口处大约70公里，中部最宽处约130公里。芬兰湾的平均水深在40米左右，西部连通波罗的海的入口处水深最大，可以达到115米。芬兰湾内部岛屿林立，其中科特林岛是圣彼得堡下辖岛屿，距离圣彼得堡约30公里。该岛屿形状狭长，东西长度约14公里，南北宽度约2公里，面积约16平方公里，扼守着俄罗斯进入芬兰湾的咽喉地带。科特林岛原本是芬兰领土，后被瑞典与俄罗斯争夺。鉴于其特殊的位置，俄罗斯在夺得该地后，在岛上修建了喀朗施塔德，这是俄罗斯重要的军港，当地人口大约3.9万。扼守芬兰湾进出通道的还有汉克半岛，面积约117平方公里。该地区可以与南部的爱沙尼亚形成关门之势，是芬兰湾进出波罗的海的门户。为了保证苏联在芬兰湾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，苏联曾经发动对芬兰的战争，租借汉克半岛。汉克半岛上建设有汉克港，该港口是一处不动港，历史上是一座军港，人口约1万人。该港口分为内外2港，有7个泊位，主要出口木材、纸张、鱼和乳制品。芬兰位于芬兰湾北部，面积约33万8千平方公里，人口为560.3万。芬兰被誉为千湖之国，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%，有岛屿约17.9万个，湖泊约18.8万个。该国森林覆盖率约80%，居欧洲第1，世界第2。芬兰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，自2战后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。该国的森林、机械、金属、化学、能源环保、信息技术等是重点产业。2022年，该国的 GDP 为2805亿美元。爱沙尼亚与芬兰湾隔海相望，面积45339平方公里，人口135.77万。爱沙尼亚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，主要工业部门有机械制造、木材加工、建材、电子、纺织和食品加工业。爱沙尼亚的森林覆盖率为48%，且大多处于原始状态。全国有7000多条大小河流，这为爱沙尼亚带来了绮丽的自然风光，与该国的古堡、公园等一起，促进了爱沙尼亚旅游业的发展。2022年，该国的 GDP 为257.04亿欧元。2. 芬兰湾海底隧道。芬兰湾海底隧道的起止点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。赫尔辛基是芬兰最大的港口城市，全国50%的进口货物经这里进入芬兰。该市是芬兰最大的工业中心，主要的工业部门有机械、船舶、印刷、服装。这里建有芬兰最大的航空港，有40多条国际航线通往全球各大城市。赫尔辛基十分宜居，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之一。塔林位于芬兰湾南岸，面积158.3平方公里。该市是爱沙尼亚的经济和文化中心，机械、纺织、化肥是主要工业部门。塔林 IT 产业发达，被称为波罗的海的硅谷。塔林是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商港和渔港，其货物吞吐量在波罗的海各港口中名列第2。芬兰湾海底隧道计划将塔林与赫尔辛基相连。该计划的提出者是愤怒的小鸟创始人彼得·维斯塔巴卡。按照设想，整条隧道长约103公里，水下距离在50至70公里，只能通过火车，途中至少建有1个人工岛。建成之后，塔林与赫尔辛基之间2小时的轮渡旅程将缩短至20分钟左右。此外，还能为芬兰和爱沙尼亚提供约2.6万个工作岗位。修建期间，每年能为芬兰和爱沙尼亚的 GDP 分别增加26亿欧元和6亿欧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该项目真的付诸行动，那么一个涵盖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巨大经济圈将逐渐成型。2016年，塔林与赫尔辛基就该计划签署合作协议，预计施工6年，2024年年底通车，单程票价为50欧。2018年，欧盟委员会曾拨款513万欧元用于爱沙尼亚段的建设，
并将为整个项目提供70%到80%左右的资金。2019年3月8号，芬兰爱沙尼亚湾区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点石基金签署了融资150亿欧元的备忘录。但是该项目最终没有启动，因为经过2国专家评估，项目开发商提供的方案中，资金来源、可行性报告、规划程序执行、影响评估等多方信息不明确，方案不符合公共利益，因此无法实施。3. 中国是否应该再度承建芬兰湾海底隧道？抛开资金和技术不谈，芬兰湾海底隧道的搁浅还有政治原因。2019年年底，在美国的插手下，爱沙尼亚开始对项目重审，将中国列入对该国形成安全威胁国家名单。美国彭博社也撰文称，中国资本投资该项目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，最终项目夭折。但是近期芬兰又呼吁中企承建芬兰湾海底隧道，表示项目资金是国际的，想远离政治。芬兰湾海底隧道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技术和资金。2019年，中国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克服这2个困难。最根本的是该项目能不能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利益中找到平衡，避免再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。